大家好，这里是 CLEC James 漫谈，我是 James。今天我们应该是第12篇哈。我们今天聊一个故事了，就是一个赌徒跟一个认为在股市期货可以致富的一个朋友的先生。那他这个来来回回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两个本来夫妻都是很好的工作，之后先生觉得工作太累了，那他就因为外面资讯都一直讲期货有多好赚多好赚，所以就离职了。那先生说这个做期货一天可以赚20几万，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就知道这整个经验的过程，就是家里无论有多少财富，家里无论有多少保单，家里无论有多少房产，配偶再会赚钱，这个期货这个赌徒的洞是永远填不完的，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来来回回很长的时间。这位太太一开始都还是一直很相信先生的，所以所有的家庭的资产，所有的银行账目都交给先生，他就是工作。可是家里永远都是一无所有，薪水亏光，再来就是保单抵押、定存解除，就这样。这个无底洞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最后这位女主角就应该在2021年吧，就开始到图书馆好好研究什么是投资，因为她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先生在期货市场亏这么多钱，而且这位先生也是说以后发誓都不再碰期货了，都不再碰电脑的 APP 也删了。可是过没多久，电脑又跑出 K 线图了，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所以这位太太就开始研究，当然一开始就跟大家一样，这个买一些长期债券，后来就买一些这个高股息，买一些个股，买一些台积电，买一些零零，后来就买了一堆，跟买菜市场一样，买一堆，慢慢的才集中到指数基金。当然最后他找到了我们，应该是在2025年1月的时候认识我们的，然后我将他过去这将近2年的时间的 email 都是稍微重新看了一遍。他是薪水还是蛮高的，然后所以就是这里面我要教大家的就是对付赌徒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给他任何钱，就好像你对付吸毒者，你最佳的方式就不要给他毒品。所以对赌徒来说，金钱就是毒品，他一直会把家里的资产都变现吸干抹净，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姑息赌徒，也不要姑息吸毒者。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借钱给任何人，真的不要借钱给任何人，不管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更不用谈朋友，因为你借钱给他，其实他如果不懂理财，你借钱给他等于把毒品交给一个赌徒，你觉得他会戒毒吗？不会。会戒毒吗？不会。所以记得绝对不要借钱给别人。如果那个人懂得投资理财，他怎么需要向别人借钱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向你借钱的，你绝对第一个不能借他，第二个，如果他愿意，你可以指导他如何翻身，如何做指数投资。所以借钱给人家绝对不是好事，还有对赌徒的姑息绝对没有好下场。好，最后当然这位朋友认识我们，开始以前不敢房地产不敢抵押，后来他房地产也去抵押了，所以就借了蛮多钱的，因为他的工作也不错，当初可能因为夫妻有工作，所以买的房子还可以，所以他就去向银行贷款，因为他薪水不错，所以他贷了几千万台币这样子。那在2025年1月认识我们之后开始做好，所以当然最后他整个投资人生就反转了。那这里就是不要看别人短线操作就心动，投资就是放着不要动。这位朋友最近给我的信就是他的先生也改观了，也同意他的长期投资，所以家里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先生也去找了一个工作，也每个月固定拿一点钱给他太太帮他投资。他们也买了好车就这样子这就是一个从一个配偶迷失在期货市场到他成为家中的一棵大树那整个家庭整个人生命运就大不同。那当然他很感谢我们能够让他能够走出这段辛苦的人生过程。当然往事不堪回首了，就是这个经历真的是很可怕他觉得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幸福，为什么这么有福分认识我们他如果没有认识我们，他人生应该还是在一个茫然无助，日子真的是在惊恐的环境下一天过一天整天在不确定性的恐慌中。尤其那个时候没认识我们，他也没办法矫正先生的投资理财观念，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一套系统。当认识我们之后，他有一套系统，终于可以改变先生的看法，至少他懂，他的投资有成功，所以他可以证实什么才是正确的投资道路。当然认识我们之后真的做到了他真的是感动的边写就边流泪了他都不敢想，若没有遇见我们的话，错过我们的这个投资理财哲学的话，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生真的是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我们无论多成功，其实都是运气啊。所以通常在人生成功者绝对不会觉得是自己的努力，通常都是知道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而且运气的成分还是蛮大的。你想想看，我也想想看，就是我从出生在成长过程，台湾是一个比较那个时候民国50年1961年的时代，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啊，到处都是蝴蝶。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蝴蝶，晚上整个纱窗都是蝴蝶、蛾、虫子一堆啊，满满的一堆，真的是比现在深山里面的那个蚊蝇虫子还多。那个蝙蝠啊，到了傍晚，那个蝙蝠满天跟乌鸦般的黑啊，整个天空这样。那个有的蝙蝠都往我，那时候我很小，那蝙蝠都往我脸上冲过来，它就闪掉了，它好厉害。所以那个小时候我曾经在追蝙蝠啊，追着蝙蝠，结果我就发现蝙蝠为什么撞不到我，我怎么撞不到蝙蝠？那个是小时候。那满天都是星，我那个时候以为哇，整个星空都是满天都是星，密密麻麻。你们现在大家要观星，要跑到什么多么黑暗的山区才看到那一点点。我小时候看到的星，可能连整个银河都用肉眼都可以几乎看得到，一大片的星星。那个时候的野柳啊，脚下全部是热带雨啊，满满的，踩下去全部都踩到珊瑚啊，整个脚下痛得要死啊，都是珊瑚。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岛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在那种环境下。其实台湾在这个小岛，最后我念完书，学电脑，有 Apple II， 自己组装 Apple II， 到宏基上班，设计电脑，一直到美国，一直到投资，一直到退休，一直到现在教投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可以计划的。所以如果叫我人生重来一遍，我们能够确定我们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路可以再走一遍吗？一定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考上了大学，念了科系就不一样。第二个，你到的公司是哪一家公司也不一样。你找到的配偶是什么也不一样。你会不会像我，会不会碰到 Frank Lee 教我投资也不一样。我会不会去学打高尔夫球，所以才碰到 Frank Lee 也不知道所以我跟大家一样如果命运再重来一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走什么样的命运。我们如果不懂投资，像我讲过，我如果不懂投资，我也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真的是很难想象，也是会吓出一身冷汗啊。因为如果我不投资，我就没办法退休，我可能就没办法好好照顾女儿，我也没办法好好照顾父母，我也没办法在这边悠闲的来做 James 漫谈。
所以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礼物，让我们能够不用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富有。如果我不懂得买戒指，那我们的财富可能会更少，我们所冒的风险可能就更大。所以我们的一生都是幸运的，所以这个我们都是非常幸运的一群，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的投资哲学，而且市场会永远的涨不停，人类会永远的进步跟成长。好，所以今天的内容就是一个赌徒的故事，还有一个坚强的太太经历了这个恐怖的过程，陪伴了一个先生走过了这么艰困的一个道路，最后全家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是不简单。那也是可以安稳的过这一生，虽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都是非常幸福的一群，感谢天。OK， 好，我们今天的 James 漫谈就先聊到这里，好，谢谢，拜拜。